假如我们身处一场席卷全国的经济寒冬，你和身边的朋友随时可能面临裁员、断供，甚至连维持基本的生活尊严都成了奢望。这时候有一位极其强势的领导人站出来，承诺只要赋予他足够的权力，他就能立刻绕开所有繁琐的法律程序，强行让富人掏钱，迅速保住你的饭碗和房子。面对活下去的救命稻草和不可逾越的传统规矩，你会把手里的票投给谁？这就是1936年的美国。那一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他一手捏着几千万濒临崩溃的底层选民，一手拎着足以砸碎三权分立的重锤，向着盘根错节的旧势力发起了自杀式的冲锋。有人说他是拯救资本主义的人，有人骂他是毁掉美国的人，而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1936年1月3日，美国华盛顿国会山灯火通明。按照惯例，美国总统发表国情咨文都在白天走个政务过场，但罗斯福打破了规矩，他非要挑在晚上黄金时段搞全国广播连线。上一个这么干的总统是威尔逊，那是因为要向德国宣战。罗斯福也要宣战，不过他的敌人不在大洋彼岸，而是在国内。他对着麦克风明确表态，我们已经招致了盘根错节的贪婪势力的憎恨。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新政改革动了那小撮金融寡头和垄断企业的奶酪，既然得罪了，那就干脆得罪个彻底。但罗斯福终究是个成熟的政治家，他虽然在台上骂得痛快，摆出一副你死我活的决战姿态，但在具体的政策内容上，他却悄悄踩了刹车。在整篇讲话中，他没有提出任何进一步的深化改革方案，相反，为了避免把保守派彻底逼急，他话锋一转，开始强调政府接下来的决心是削减拨款，努力实现预算平衡。他用最强硬的语气立住了自己底层老百姓保护神的形象，用这篇火药味十足的国情咨文正式拉开了他1936年竞选连任的序幕。搞过政治的都知道，身边要有能人。罗斯福从踏入政坛起，背后就站着一个叫路易斯豪的幕僚，这人常年病恹恹地躲在烟雾缭绕的屋子里出谋划策，可以说是罗斯福的半个宣传机器。路易斯豪过去是一名记者，一名合格的记者自然有一双合格的眼睛，他看到了美国种种问题。那是一个表面镀金内里流脓的年代，在纽约首府奥尔巴尼的州议会里，好每天看着那些西装革履的政客在雪茄烟雾中把老百姓的利益当成筹码，转手就卖给了华尔街的老板和垄断巨头。他看到城市边缘的血汗工厂里，工人们像机器零件一样被压榨，他看到那些盘根错节的分赃机器把持着选票，操控着一切。但他很清楚自己的能力，身材瘦弱，常年被哮喘折磨，没钱也没背景。如果要改变这个烂透了的世道，他需要一把剑。于是他把全部精力灌注在富兰克林·罗斯福身上，从纽约州长一直到罗斯福当上总统，都少不了他的推波助澜。但到了1936年春天，这位老哥撑不住了。临终前，手下人告诉他，秋天的大选还得靠你操盘。路易斯豪摇了摇头，表示不，富兰克林·罗斯福现在能自己搞定了。最终，路易斯豪在1936年4月18日去世。他也许走得很安心，因为他觉得自己赌赢了。事实证明，罗斯福确实能自己搞定了。那年秋天的大选之夜，他连民主党竞选总部都没去，就坐在老家的书房里，一边抽烟一边等开票。结果一出来，连共和党常年盘踞的铁票仓都倒戈了。竞选对手兰登甚至输掉了自己的老家堪萨斯州。按选举人票算，最终比分是523票对8票。从1820年以来，美国政坛就没见过这种单方面碾压的离谱数据。1937年1月20日，华盛顿的天气很不给面子，刮着冷风，下着冰雨。今天是罗斯福第2次宣誓就职的日子，他在就职演讲中没有按套路吹嘘自己上一届的丰功伟绩，也没有粉饰太平。他表示，我看到几百万个家庭以微薄的收入勉强度日，日复一日处于家庭灾难的威胁之下。我看到几百万城乡居民，他们的日常生活仍处于半个世纪以前被所谓上流社会称作的不体面状况。我看到几百万人得不到教育和娱乐，得不到改善自己及其子女命运的机会。我看到几百万人无力购买工农业产品，而他们的贫困又使其他成千上万人无法投入工作和生产。我看到全国1/3的人住不好、穿不好、吃不好。当我向大家描绘这些场景的时候，我的内心无比沉痛，但是我没有失望，相反，我是满怀希望去描述的。因为当所有的人看到这样的景象之时，我们也会意识到其中的不公平，进而将它消除。我们下定决心，将每一美国公民都作为关注的对象，确保他们受到公正的待遇，让他们过上幸福安定的生活。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为那些富足者锦上添花，更要为贫困的同胞雪中送炭。接着，他话锋一转，点出了这场演讲的核心，前面都是铺垫。美国的基本民主体制绝不是靠削弱政府权力来维持的，真正的民主是让民选政府的每一个部门都用有效的手段来执行人民的意志。请注意每一个这个词。罗斯福此时还特意留意了一下首席大法官休斯的表情。在美国的三权分立里，总统代表行政，国会代表立法，这两个都是老百姓投票选出来的。唯独最高法院代表的司法是终身制的，不用看选民脸色。罗斯福故意强调每一个部门都要听人民的，这潜台词就差指着最高法院的鼻子骂了。潜台词就是你们这帮老骨头不听老百姓的，我马上就要收拾你们，给我等着。台下的新政支持者们瞬间秒懂，爆发出阵阵欢呼。而罗斯福要对最高法院动刀，自然是有他的原因的。干了整整4年总统，硬是没碰上一个大法官退休或者去世，最高法院里坐着的全都是前任们留下的老班底。
这帮人平均年龄超过70岁，人送外号“九老院”，年纪大不是问题，问题是他们脑子里装的还是19世纪那种政府绝不能干预经济的老黄历。在他们看来，罗斯福搞的新政简直就是离经叛道，所以罗斯福递过去的法案，他们像砍瓜切菜一样审了16个，毙了11个。眼看着刚出炉的瓦格纳法和社会保障法也即将被送上断头台，罗斯福坐不住了，再这么耗下去，新政就要被这几个老头彻底废了。1937年2月5日，他向国会提交了一份精心炮制的司法程序改革法案。玩政治的人从来不会直说自己的真实目的，罗斯福自然也不会在法案里写这帮老头总跟我作对，我要换人。他找了个特别冠冕堂皇，甚至听起来充满人文关怀的理由，关爱老年人。罗斯福在报告里痛心疾首地说，诸位大法官年事已高，体力不济，导致法院积压了大量案件，有80%的案子连看都不看就给拒了，这怎么能行呢？为了给老人家们减负，为了提高国家机器的运转效率，我提议只要是年满70岁的大法官，如果6个月内不主动退休，总统就有权再任命一名新的法官进去帮忙。当时最高法院里正好有6个法官超过了70岁，如果法案通过，罗斯福马上就能堂而皇之地塞进6个自己人。原本的9人合议庭瞬间变成15人，加上原来支持新政的3个人，罗斯福的人马将立刻占据最高法院的绝对多数。而且罗斯福在当时的国会放眼望去全是罗斯福的自己人，法案如果通过3权合一的时代即将来临。明眼人一下就看穿了这套把戏，消息一出，全美国炸锅了。天天盼着重返白宫的前总统胡佛跳了出来，喊出一句口号：不许碰最高法院。在保守派看来，你可以发钱，可以修路，但你不能为了通过自己的政策，就去砸烂美国立国以来3权分立的桌子。连罗斯福自己党内的同志都看不下去了，弗吉尼亚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直接骂这项计划不道德，各大报纸更是火力全开，说罗斯福这是要当乔治3世，要把这个国家直接断送掉。从商会、退伍军人团到妇女俱乐部，各种抵制决议像雪片一样飞向华盛顿。面对这种铺天盖地的骂声，罗斯福不仅没有退缩，反而彻底撕破了脸皮。法案一抛出来，最先炸毛的是罗斯福所在的民主党，当时的副总统叫加纳，是个在国会混了几十年的老狐狸，率先发出抵制。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艾修尔斯特平时也算罗斯福的盟友，但他拿到这份法案后，立即用行动表示他的态度，他不开会不表决，就这么把法案硬生生晾在委员会里，任由外面骂声震天，就是不给罗斯福放行。罗斯福急了，3月4日他亲自下场，在一个祝捷宴会上公开喊话，这回他不再拿法官年纪大当遮羞布，而是直接摊牌了。他向全国抱怨，法院颁布的禁令已经让政府瘫痪了，大公司正在公然践踏法律，全国还有1/3的人吃不饱穿不暖。如果我们对老百姓守信用，就必须采取行动，现在就得行动。这番话很提气，继续站在道德制高点，但没用。在生死攸关的权力红线面前，什么党派利益，什么往日情分，全都不好使。那些平时反对新政的保守派民主党人，迅速和残存的共和党结成了死党，铁了心要把这项法案掐死在摇篮里。罗斯福眼看局面失控，把副总统加纳叫来交个底，你给我透个实底，这事咱们到底还有多少票？加纳一点面子没给，冷冷地回了一句，你输定了。加纳既然交了底，罗斯福就得认清现实，他是个彻底的实用主义者，既然硬冲不过去，那就干脆认输。为了保住最后一点颜面，他只能让加纳去国会斡旋，弄个台阶下。1937年7月22日，折腾了整整168天后，这场沸沸扬扬的填塞法院大戏终于落幕。参议院毫不客气地把原版改革法案打了回去。又过了1个星期，国会走过场，通过了一份软弱无力的替代方案。这份方案只对下级法院搞了点无关痛痒的程序调整，至于最高法院，一个字都没敢提。从表面上看，罗斯福败得很惨。内政部长伊格斯在私下里感叹，最近的打击使他头晕目眩，这也是罗斯福上台以来吃过的最大败仗，不光政治威望大打折扣，连他战无不胜的神话也破灭了。但是历史有意思的地方往往在于它的反转。就在所有人，包括华尔街的大亨和国会的保守派，都以为罗斯福被彻底按住，新政即将被送进坟墓的时候，最高法院那几个老头突然变脸了。法官们确实赢了面子，但他们并不傻。罗斯福虽然在国会碰了壁，但他那种不惜掀翻桌子也要办你的凶狠架势，真真切切地把这帮老法官吓出了一身冷汗。毕竟年纪大了，禁不住吓。这次国会能拦住总统，下次呢？如果在几千万吃不上饭的老百姓面前继续头铁，下次被端掉的可能就不是几把椅子，而是最高法院的整块招牌了。于是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原本死硬的最高法院突然变得通情达理起来。他们先是破天荒的裁定保护工人的瓦格纳法完全合乎宪法，紧接着又推翻了自己过去的判例，承认政府规定最低工资是合法的。没过几周，法官们又大笔一挥，宣布罗斯福最看重、动了全美国资本家蛋糕的社会保障法顺利过关。所以这群不食人间烟火的老头，确实适当的时候需要敲打一下。其实这才是罗斯福的最终目的，没有写在纸面上的绝对黑白，只有在不断试探底线，在互相对照中达成残酷的平衡。罗斯福虽然靠着这股子狠劲吓退了大法官，保住了新政的火种，让底层的工人、老人有了活路，但他这么一搞，国会里那些原本就对新政不满的保守派民主党人清醒了。
原本因为南北战争的历史恩怨，他们死活不愿意跟共和党人穿一条裤子。但现在他们发现，如果再不抱团，这位坐在轮椅上的总统迟早要把天给捅破。于是这些南方的保守派民主党人抛弃了历史包袱，和共和党人暗中联手。从那以后，罗斯福在国会里再也无法呼风唤雨，他想要推进的后续改革几乎全被这道防线死死卡住。新政的狂飙突进，在1937年的夏天硬生生地踩下了刹车。紧接着，经济又经历了一次衰退，史称罗斯福萧条。经过4年新政的抢救，美国的工业生产指数终于爬回了1929年大崩盘前的水平。工厂的烟囱重新冒烟了，农产品的价格涨上去了，老百姓兜里也稍微有点闲钱了。罗斯福看着这些数据，脑子里冒出了一个很传统的念头：该收网了。当时的财政部长摩根索也是个平衡预算，天天在罗斯福耳边念经：总统先生，咱们借的钱太多了，再这么印钞票发救济，通货膨胀就要来了。于是罗斯福开始削减政府开支，主要砍了3刀。第一刀砍向了救济大户，工程进展管理局直接削减了 WPA 的预算，导致100多万原本靠政府修桥铺路领薪水的工人瞬间丢了饭碗。第二刀来自他引以为傲的社会保障法，1937年社保税正式开始征收。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全美国有工作的工人和发工资的老板，每个月都要被政府强制从兜里掏出一笔现金存进国库，整整20亿美元的购买力就这样硬生生的从市面上被抽走了。第3刀是美联储补上的，他们担心经济过热，连续提高了银行的准备金率，收紧了信贷。企业想借钱扩大生产，发现利息变高了，不借了。这3刀砍下去，原本就被大萧条折腾得虚弱不堪的美国经济当场就休克了。到了1937年深秋，灾难全面爆发，华尔街的股票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狂跌，工厂的订单断崖式下跌，钢铁产量直接腰斩。几个月之内，又有400万人排进了失业的队伍，全国失业率再次飙升，逼近20%。以前经济烂，罗斯福可以理直气壮地指着前任胡佛的鼻子骂，说那是胡佛大萧条。但现在新政搞了快5年，你把政府开支一停，经济立马就死给你看，这口黑锅再也甩不出去了。国会里的保守派和华尔街的老板们简直乐开了花，他们终于逮住了反击的机会，在报纸上连篇累牍的嘲讽：看吧，这就是你折腾5年的结果。商人被你的重税和工会法案吓破了胆，根本不敢投资。这不是天灾，这是你一手制造的罗斯福萧条。罗斯福萧条证明了罗斯福不是神，也不应该神化。一旦神化，就意味着这人放个屁都是香的，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但如果去翻看美国历届权威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的最伟大总统排名，你会发现一个铁打不动的现象：罗斯福永远稳居前3，能稳定排在他前面或者跟他并列的只有2个人，一个是建国的华盛顿，一个是打赢南北战争、废除奴隶制的林肯。对美国左翼和民主党来说，罗斯福就是绝对的精神图腾，但这老哥在美国右翼和保守派阵营里挨的骂是一点不少。就算是这样，美国各类的调查机构每隔几年就会邀请全美历史学家和政治学者对历届总统进行打分。从1948年第一次排名到2024年的最新排名，罗斯福从未跌出过前3名。而他之所以能够稳居前3，是因为罗斯福确立了一个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底线。在一个工业化社会里，生老病死和经济危机不再是个人的私事，而是国家必须兜底的公共责任。1930年代，大萧条席卷全球，满大街都是失业的工人、破产的农民，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谁还跟你讲什么自由民主？那时候的十字路口摆在西方面前的似乎只有2条路，第一条路是苏联模式，砸烂私有制，搞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当时在西方，无数底层老百姓都把目光投向了苏联。第2条路则是法西斯路线。在1930年代的西方有产者眼里，法西斯路线其实非常有诱惑力。他们害怕被挂路灯，而法西斯承诺保护私有财产，只要你听话。他们讨厌停工和混乱，而法西斯用皮靴和刺刀维持了绝对的秩序。当时美国国内甚至有不少大财团私下里非常欣赏希特勒那一套。既然国内工人被压制，没有消费能力，这台庞大的战争机器要想不崩盘，唯一的办法就是开出去抢。罗斯福新政则是牺牲一部分富人的利益和一部分市场的自由，换取整个私有制的续存。不过日后一个叫里根的穷小伙，家里甚至一度靠领新政的救济粮度日的人，开始给罗斯福的新政砸出了一个口子。